嗨，大家好。之前用了多期视频介绍了各类先进的战斗机，而战斗机想要发挥其攻击力，并能实现长臂打击，最重要的就是它所挂载的武器，也就是空空导弹。它也是之前视频提到的预警机和加油机最大的威胁。而中国在空空导弹的研制方面已经达到甚至超越了世界最先进的水平。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同代战斗机在空中相遇，谁更厉害呢？简单来说，谁的臂长，谁当然就有优势了。小短手上阵后也只有挨揍的份，所以对于空空导弹来说也是如此，因此被分为短距、中距和远距空空导弹。近距射程通常为几百米至20公里，又称为近距格斗弹；中距为20至100公里，远距则超过了100公里，可实现超视距作战。而射程更远、制导方式更先进的远距空空导弹也成为当今各国发展的重点目标。当然，除了打架时手臂更长之外，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对方那个看得见却摸不到的预警机。预警机也就是 60D， 上期视频给大家做过介绍，同时也引来很多网友的疑问：如果能有一架隐身的预警机，那该有多好啊？听着好像是那么回事。60D 这个千里眼虽然轻功了得，但体积却如此巨大，飞得又极为缓慢。如果能做到隐身，那我方不是可以天下无敌了吗？很多朋友都会有这种非分之想，但答案却是否定的。试想，预警机所搭载的功率巨大的雷达收发装置，犹如飘在空中的太阳，想隐身谈何容易啊！我倒想设计一个手电筒，可以在黑夜之中点得明亮而又不被人发现，但这却是不可能的。预警机是无法隐身的，对方战斗机之所以拿它没办法，还不是因为自己的空空导弹够不到吗？而即便能够做到如歼20一样的所谓隐身，但这在某些台湾的退将眼里，那也不是事儿。我的隐形战机歼20，不管在浙江衢州也好，或者它潜入到其他的一线的保障基地也好，你都可以目视到它嘛。飞机进来了嘛，飞机起飞了嘛。你隐形是对雷达隐形，对眼睛完全没有隐形的。对眼睛完全没有隐形的。好，无法隐身的预警机，如果被敌人搞掉了，战场平衡也随即被打破，形势变得单向透明。所以，能否率先擒下对方的预警机，将成为夺取制空权的关键。这样一款射程足够远，在拦截之前可将预警机击落的空空导弹将变得越发重要起来。空空导弹简单来说是由战斗部、制导装置、发动机和弹体等组成。除了距离之外，还可以按照制导方式进行划分。一种是红外制导，即利用红外敏感器件探测目标战机尾气以及机身与空气摩擦产生的红外辐射。此种方式被普遍用在近距空空导弹之上，也就是刚才提到的格斗弹。另外一种就是雷达制导，依靠雷达原理的反射波进行跟踪，普遍应用在中远程空空导弹之上。我们经常会听到导弹中有所谓半主动雷达引导头和主动雷达引导头，有什么区别呢？半主动即只能接收雷达波而不能主动发射，工作时需要机载雷达配合来照射目标。而主动雷达引导头则可以使雷达主动发射和接收雷达波，自己独立完成制导，而无需机载雷达配合。这就是俗说的射后不管。这项技术已成为第4代中远距空空导弹普遍采用的制导方式。好，制导方式决定了导弹的命中精度，那么射距就要依靠动力装置，也就是发动机了。世界主流空空导弹的发动机无论远近，通常多为固体火箭发动机，用固态物质作为推进剂。固体推进剂点燃后，在燃烧室中燃烧，产生高温高压的燃气，即把化学能转化为热能。燃气经喷管膨胀加速，热能再转化为动能，以极高的速度从喷管排出，从而产生推力，推动导弹向前飞行。空空导弹自二战末期开始研制，到现在历经4代。由于要机载，甚至有些需要内置，所以受到体积和重量的限制，一直都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但它与通过调节油门大小来控制转速的内燃机不同，固体火箭是没有调节推力能力的，一口气喷完为止。所以弹道的校正就要依靠弹体上的弹翼，这样导弹越快，纠偏的舵就要做得越大，越大反而越影响气动外形和机动能力，成为一个矛盾的问题。而液态火箭虽然可以调节推力，但效率低下又太过笨重。而矢量推力虽然能解决部分问题，但复杂且昂贵。那怎么办呢？于是，在研制更先进空空导弹的动力装置方面，有了2个新的方向，一个是双脉冲固体火箭发动机，另一个则是冲压发动机。双脉冲其实还是一个固体火箭发动机，但关键在于那个双字。不同之处在于，在同一个燃烧室内，
用阻隔层将燃烧剂独立分隔，每个分割开的燃料都有独立的点火系统。由火箭舰载计算机控制燃烧剂的点火时间，达到对动力进行管理的能力。简单来说，燃烧室还是那个燃烧室，但推力不再是1级，而是变为2级。第1级脉冲燃烧完毕，2次脉冲可按需要选择时间再次点火，这样在巡航阶段就节省了燃料。而到达末段攻击阶段时，在2次点火全力飞行，以最高的速度和指向性击中敌方战机，这样就避免了和传统火箭一样，点火后只能冲着目标一口气冲到底，无法进行减速和大范围机动等动作。射程方面，由于采用了加速、巡航再加速的方式，使得导弹的速度峰值降低，这意味着在导弹的总冲相等的情况下，双脉冲火箭发动机导弹的射程相比传统火箭导弹更长。而冲压发动机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因为需要在高速下才能开机启动，所以需要加一个固体火箭助推器来加速，典型的就是此前介绍过的台湾雄3。但这种弹体过大，无法空击发射甚至内置，所以又研制出了一种将固体火箭助推器和冲压发动机整合到一起的新技术，即将固体药柱整合进了冲压发动机的燃烧室，这样就有效缩短了导弹的长度，因此非常适合空机平台使用。而它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注意到冲压弹都是有进气口的，即利用空气中的氧气作为氧化剂，而单体本身只需要携带燃料即可。而火箭发动机则需要同时携带燃料和氧化剂，这样在弹体尺寸相同的情况下，冲压发动机携带的燃料就更多，这也是冲压弹射程可以更远说法的由来。但由于进气口的存在，空气阻力变大，冲压发动机的推力峰值就比火箭发动机小得多，再加上高空空气稀薄，冲压弹就很难飞得过高，因此就很难在动力爬升段打出一个跟火箭发动机一样的高抛弹道，这在一定程度上又限制了冲压导弹的超远射程。另外再来看机动性能，在末段进行高速机动时，冲压弹的进气口很容易因为超高过载而失速，因此依赖进气口提供氧化剂的空空导弹很有可能在追踪目标的过程中，因为进气道失速而丧失动力，这样过载机动能力又受到了限制。所以综合以上的优缺点，诚然冲压发动机相比于传统固体火箭发动机在很多方面有其独到的优势，但这些优势也并非无法追赶。纵观世界，也只有欧洲的流行一款冲压弹正是服役。那么应用双脉冲固体火箭发动机的空空导弹有国家实现了吗？有的，那就是中国的霹雳15。霹雳15于2016年服役，长约4米，射程由霹雳12的100公里增加至超过200公里。这个长度刚好可以装在歼20长约4.5米的弹舱内，可以说是为中国这款5代隐形战斗机量身定制而成。此前在航空航天博览会上出现的2架歼20就打开了内置弹舱，露出了4枚霹雳15和2枚霹雳10空空导弹。除了标配歼20之外，霹雳15还可以装备在歼10C和歼16上，这是此前网上流出的歼16挂载的一款新型导弹，很多媒体都认为它是霹雳15，事实上是错误的。从它光滑的弹体来看，与霹雳15有着明显区别，而且从歼16机身长度等比例测算，弹长约为 5.8 米左右，远大于霹雳15的4米。其实这是中国正在研制的一款新型超远距空空导弹霹雳21，射程将达到创纪录的400公里，这是未来猎杀敌方预警机的绝对利器。而此前网上文章预测霹雳21将采用冲压发动机，但从图片来看，显然没有冲压发动机所必备的进气道，所以推测超远射距的霹雳21将不会采用冲压发动机技术，仍然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但是否如霹雳15一样用到双脉冲，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消息。但可以肯定的是，从它接近6米的弹长是无法安装在歼20的内置弹舱的，所以歼16才是它的最佳选择。那么这个世界上还有国家研制出双脉冲发动机的空空导弹吗？尽管双脉冲技术是由美国最先提出，但却让中国率先实现并用在霹雳15之上。而美国当前最先进的 AM-120D 空空导弹，此前一直传出也将采用双脉冲发动机，但最终证实并未使用，只是采用了与 AM-120C7 相同的发动机。AM-120又称阿姆拉姆，1991年开始服役，是美国海空军联合研制的全天候全向攻击的主动雷达制导空空导弹，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共有 A、B、C、D 4种衍生型号，而 C 型又逐渐升级出 C4 到 C7， 最新型为120D。2008年开始测试，
2015年美军开始正式装备，长度为 3.66 米，直径178毫米，重量为152公斤，单价每颗达到178万美元。最新的地形由于优化了飞行控制系统，并更换了新型药柱，最大射程也提升至160公里，但距离采用双脉冲发动机的霹雳15仍有差距。再加上中国正在实验中的超远距空空导弹霹雳21，美国为了应对，也正在开发一种新型联合先进战术导弹 AM260， 计划2021年开始测试，2026年开始量产。目标是可以内置 F-22 和 F-35弹舱内，但具体采用的技术细节仍然是个未知数。再聊到俄罗斯为应对美国的 AM120 阿姆拉姆，专门研制了一款 R77 空空导弹，所以被戏称为阿姆拉姆斯基，长度 3.6 米，直径200毫米，射程为300米到90公里加，与 AM120 一样，为一款经典的中距空空导弹。俄罗斯还有一款射程更远的空空导弹 R37M， 弹长 4.06 米，直径380毫米，重量达510公斤，最大速度可达6马赫，最大射程高达300公里。这么远的射程倒不是因为 R37M 采用了什么高新技术，从尺寸就看得出来，它做到了更大、更粗、更强。其直径为阿姆拉姆的2倍，重量更是超过前者的3倍。如此巨大，想要内置在5代机苏57上，这里要画一个问号了。接下来来到欧洲，最新型的空空导弹就是刚才提到的流星，是由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而成，长度 3.7 米，直径178毫米，重量190公斤，于2016年正式服役，也是全世界最先采用冲压发动机技术的空空导弹。冲压发动机为其提供了更长的动力时间，这样流星的不可逃逸区就超过了60公里，这也是它最大的亮点。但由于此前提到的诸多局限，它的射程也只有150公里，这就让追求更远射程的霹雳21和俄罗斯的 R37M 果断放弃，老老实实的采用固体火箭了。综上所述，中国的霹雳15和霹雳21使解放军的区域拒止能力获得了显著提升，让中国可以跻身到世界空空导弹技术研制的领先水平。搭配霹雳导弹的歼20和歼16等现役优秀战机，也能将其潜力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好，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